原来小颖发现盛奎联系完许志勇后，还联系了顺勇，也就是说弟弟并没有冒充哥哥。同时，载元同意离婚了。顺勇没想到这么顺利，载元表示纠缠不休没意思，给丈夫倒了杯酒，希望在手续办完前有个了结。说完递给了对方酒杯，然后自己先喝了一口，看着载元一饮而尽。顺勇没多想也喝光了，但没过多久，毒性发作，他痛苦地躺在地上，哀求妻子救命。载元只是冷漠地看着顺勇，一直到毒性发作身亡。突然，载元从梦中惊醒过来，原来他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，原来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梦。载元立马跑进厨房，把所有的毒药都冲进了下水道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继父把外孙女送了回来，老爷子立刻就看出女儿状态不对，但他并没有多说，独自走进了卧室，里面堆满了废弃的稿纸。继父察觉到了子元的情况，他试探性地问女儿，最近是否有什么事？老爷子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找了个借口就离开了房间。走出屋外，他捂脸痛哭，自言自语地责怪自己。原来载元在学习期间因为精神疾病被其他家长抗议。尽管如此，继父认为生病不是孩子的过错，真正的坏人是那些把病当罪看的人。那个下午，继父把女儿接回家，在路上孩子说他不想再去医院了，没想到老爷子不仅同意了，还决定让他转学，换个新名字，去一个没人认识他的新地方重新开始。他认为只要按时服药，就没人会知道他曾经生病。然而事情突然变得复杂，原来女孩的名字不是载元，而是叫做允真。想到这，老爷子哭得很伤心。下午顺勇回家了，带着老人和孩子出门后，便问妻子是否已经做好决定。我不要钱，我只要女儿的抚养权。载元连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。允真偷偷地到幼儿园把孩子接走了。载元到了新闻发布会现场，正好遇到小颖，突然一声巨响吓了他一大跳，记忆碎片在脑海中闪回。离开会场的时候，载元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情，关于小颖的一些记忆。原来在成名前，载元就见过小颖，那时他刚好想吃药缓解躁郁症，全会长突然进来，害得他把药撒了一地。小颖趁机说是他不小心弄的，其实是偷偷收拾好了药品，这样就没被人察觉。巧的是，这种药他很熟悉。小颖后来安慰载元，提醒他不要吃太多药。不知不觉他们聊了很久，载元的症状也有所缓解。感激之下，他承诺下次见面要报答这个人情。可是小颖嘱咐这次就算了，但载元没明白他的意思，他们的见面就这样结束了。其实小颖还知道载元的另一个秘密，他保留着读书时的校牌。我猜他们可能是同校的，也就是说小颖知道载元的真名是徐允真。在回公司的路上，载元接到了幼儿园的电话，原来今天闺蜜带她女儿出去玩了，而且还说是因为要和孩子的爸爸结婚的关系，以后可能需要她来接送，所以提前来打个招呼。载元只想确认丈夫顺勇是否知情，元芳认为她应该被告知。孩子之前的班主任曾受到顺勇的委托，闺蜜不止一次送来学习用品。想到这些，载元彻底崩溃了。女儿是她的底线，既然事情已至此，是时候反击了。载元马上联系了业务员，把一个 U 盘交给他，那个人可能是你的室友。第二天，警方通知小颖，白胜奎因债务累累，加上现场武打斗痕迹，连指纹都被本人清理干净，因此推断为自杀。但转头一想，办案警员立刻联系了业务员，把案情细节全告诉了他。业务员已经拿到了当天的监控，发现了一个可疑人物。同时，秘书向全会长汇报，盛奎因经济困难选择自杀，相关监控也被销毁。那天晚上，顺勇和允真一起畅想未来。他们计划开幕式后搬进更大的房子。镜头转向，允真忙着招待画展宾客，载元注视着他，思绪飘回到那一天，两人关系还不错的时候。允真曾说过，她没载元那样经营公司的本事，有个温柔的丈夫和一个漂亮的女儿，她的一切就化作了这件事，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想到这，载元打了个电话，通知对方一切照计划进行，然后他就坐到了贵宾席上。允真发言结束后，他给主持人使了个眼色，主持人马上领会，
邀请公司的代表上台发言。载元首先高度评价了闺蜜的画作，然后当众给了她一袋现金作为报酬。很好，这样的羞辱，允真显然无法忍受，她质问是否非得这样做。闺蜜还没回答，载元就警告她，自己不愿再被控制或欺骗，所以要改变成她喜欢的样子。说完，拿起一桶黑油漆，毫不犹豫地泼了上去。同时，顺勇因为泄露公司设计将被逮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载元的电话打了过来。载元蹲在闺蜜面前，她为了争取女儿的抚养权，毫不犹豫地把渣男丈夫送进了监狱，并警告她，如果不想失去一切，就准备好诉讼吧。听后，丈夫顺勇只是淡淡一笑：“提哥那是假吗？”提哥那是什么话？载元气得让丈夫立刻离开这个家。这一刻，夫妻感情彻底破裂。顺便说一下，每当载元难过或生病时，她的好朋友兼心理医生恩静就会出现。不确定这是不是幻觉。第二天，秘书向会长汇报了情况，她女儿的男朋友竟然是许顺勇。同时，业务员安排了和载元的见面，发现一个姓崔的记者在背后偷偷调查他，不过已经用手段解决了他，意思是需要多付些钱。载元自然懂得，他借母亲保险金的误会说希望停止合作。业务员虽然答应了，但问载元是否想知道是谁匿名举报了他的继父。这话一说，载元又开始疑心了。另一边，全会长提醒他的女儿，他花了大价钱却没效果的东西要处理掉，评职称的事先搁置，还有不要招惹顺母。他要求允真立刻分手。全会长觉得女儿总是捡载元不要的东西，甚至连结婚对象也是，为什么总是活在载元的阴影下？而允真觉得父亲总是拿他和载元比。其实全会长是在为听证会做准备，他不希望女儿成为对手的把柄。这一巴掌让允真笑了，他的决心已定。全会长透露了一件当年尹真帮他做的隐秘事情。载元夫妇的离婚很快成了头条新闻。载元为了避开记者的骚扰，把手机调成了静音。感情的事就不提了，小尹坚持要送载元回家。在电梯里，他问载元，如果他以前做过对不起他的事，能否被原谅？具体是什么，载元没提。第二天早上，女儿非要找到爸爸，即使是外公也哄不住他。顺勇从幼儿园老师那里听说，这几天孩子都没去幼儿园。有一天下午，孩子独自在院子里玩，那时一个打扮得很精致的女人推门进来，她直接蹲到孩子面前。她正是载元的闺蜜女真。不一会儿，载元接到电话说孩子出了事，她急忙往家里赶。巧的是，正好和闺蜜的车擦肩而过。女儿坐在沙发上哭个不停，问她发生了什么，她也不肯说。就在这时，顺勇回到家了，孩子从载元怀里挣脱出来，直接扑进了顺勇的怀抱。原来继父一直联系不上女儿，所以才打电话给女婿。晚上继父开始怀疑，是不是邻居告诉外孙女他们父母要离婚的事。老爷子不理解，为何就不能给女婿一次机会呢？孩子还那么小，真的非得离婚吗？载元想要解释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父女俩一转身回屋了。这时孩子已经睡着了，载元就让顺勇离开。老爷子觉得外孙女不能没有爸爸，建议顺勇多待几天。其实子元很心疼女儿，他同意了继父的提议。回到卧室，他拿出了精神类药物，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这些天的不愉快。他决定加大药量，明知这种药过量有严重副作用，子元还是没按医嘱来，一口气吞下好几片药，然后随手把睡衣扔在椅子上就睡了。与此同时，顺勇向继父询问妻子是否有什么隐瞒他的事。老爷子听后沉默了一下，说现在没什么可以说的。夜里载元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不知是药物副作用还是别的什么。迷糊中到1楼厨房喝水，突然门砰的一声响，顺着声音望去，看到顺勇站在外面。载元强忍着身体不适，扶着橱柜站稳，才看出继父和丈夫似乎在密谋什么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载元昏昏沉沉的醒来，发现水杯放在旁边，随手放的睡衣也被叠得整整齐齐。他转身去了律师事务所，律师接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那头得到了配偶的医疗记录，只要提交这些就能赢得官司。载元开始担心，他不知道配偶的医疗记录，对方能查看这些记录吗？韩国法律允许这样做，
如果一方隐瞒精神疾病或重病，这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。律师提醒需要提前告知的情况，但载元却没说出口。他突然想起，昨天放药的地方多了条毛巾，而今天睡衣莫名其妙的被叠好了。再想到昨晚继父和丈夫的怪异行为，他立刻冲回家，打开保险箱查看药物。幸运的是药还在。子元整理时，丈夫顺勇突然出现在身后。原来两人热恋时，载元就对顺勇隐瞒了自己的病史，她至今仍然一无所知。载元希望她丈夫能更坦白一些，因为她知道自己本不是那样的人。真想知道为什么会改变初衷，但顺勇觉得如果载元知道真相，他肯定无法承受，然后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为何如此恨自己的妻子，他自己没说出口。载元的思绪立刻回到了那一天，妈妈抱着他想要投河自杀，还小的他只能无奈跟随，那成了他无法摆脱的梦魇。每当遇到困境，梦魇就在脑海中浮现，好像在提醒他悲惨的结局。另一方面，小颖根据盛奎的手机查到他曾请朋友保管2盒行李，其中1盒里有个证书，是艺人奖学团资助的盛奎，而这个团体的董事长正是全会长。他资助这么多学生，全是为了利用他们。同时，载元将允珍叫到办公室，希望他签订画家合约。实际上，律师叫载元一定要在众人面前揭露2人的不堪行为，引导舆论猛烈地指责他们，这样公司才能避免受损。载元也坚信允珍别无选择，因为他努力20年画作无人赏识，对一个默默无闻的画家来说，这是个天大的机会。允珍还在纠结那幅被泼的画，没有立刻答应签约。突然载元改变了主意，不想再给他这次机会，并提醒他低级绯闻的主角不是自己。允珍一听也火了，他说自己和载元不同，没有公司和家庭需要守护，甚至愿意放弃画画和梦想，只要有顺勇就够了。韩剧《我的幸福》结局出现巨大反转，原来大女主是真正的反派。允珍离开办公室后找到了小颖，揭露了载元栽赃顺勇的事，结果这事是小颖干的。小颖警告允珍也想利用这事让载元难堪，警告他不要再有其他行动，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管。那天晚上，顺勇在车里找到了一部手机，通讯录里最常联系的是白盛奎。同时，载元刚到艺人财团的颁奖会现场，业务员拿着一袋材料堵住了他，还透露小颖可能知道泄露设计图栽赃的事情。小颖刚拦下了业务员，主动给了他一个装有公司机密的 U 盘，这更方便他陷害顺宇。镜头转到载元在艺人财团颁奖会上讲话，此时他脑海中响起多个声音，律师让他当众揭露丈夫和闺蜜，另一个声音问他是不是害怕了。突然手机收到一条消息，是那个跟踪狂发来的。载元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对方又发来一条消息说不会忘记我，紧接着发来一张他发言的照片，这说明这人就在现场。是丈夫顺勇吗？还是坐在台下的闺蜜，或者是不远处的业务员？载元此刻感到非常害怕，照片还在不断的发过来，结果表彰会只好提前结束了。顺勇再问闺蜜是否认识盛奎，盛勇直接掏出了那部手机，说是在他车上找到的。允珍还试图辩解，顺勇只好威胁要去问全会长。听到这话，他就紧张了，撒娇想让顺勇回家再谈，没想到顺勇直接甩开他走了，径直离开了载元和小颖的感情问题。这部分就不详说了。他一回家就查看跟踪狂发的短信，有条消息提醒载元不要忘记那天的行为。点开链接，显示的是都灵生物，他没明白是什么意思，看了半天也没懂。第二天，载元查看了业务员提供的信息，是关于顺勇的通话和支付记录。细看后发现有条记录是和都灵生物的通话，这不正是跟踪狂提到的吗？载元马上拨打了那个号码。都灵生物可以不用验证身份做亲子鉴定，还能通过邮寄直接送到家。载元急忙回到家，把家翻了个遍，最后在储物室找到了都灵生物的鉴定证书。他颤抖着拿出鉴定结果。那么孩子到底是不是顺勇的呢？男人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，邮件标题写着女儿不是你亲生的。本想跟妻子坦白，但妻子每天都很晚回家，一回家就说很累要休息。顺勇曾想找朋友追查邮件来源，但邮件是一次性的，一过时效地址就消失了。
找不到邮件的发件人，目前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左印。顺勇正想删除邮件的时候，却发现邮件里附带了一张照片。一看这照片，他整个人都乱了。一位男士带着在元进了房间，心里满是疑惑和不解。顺勇决定联系都灵生物。不久，亲子鉴定结果就送到家里，结果显示他和女儿没有亲子关系。顺勇简直无法接受这结果，一下子爱的妻子、聪明的女儿，还有幸福的家庭全都崩溃了。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首先是向保险公司举报继父的骗保行为，然后去见了闺蜜，故意让载元发现。从此以后，顺勇想让妻子也体会下不信任爱人的感觉，体验那种不断怀疑的心情是怎样的。所有这一切都是他故意安排的。时间又回到了现在，载元看到鉴定结果后，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。他马上拿起女儿和丈夫的牙刷，请朋友重新做了一次鉴定。那么7年前的产品发布会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载元终于知道了真相。他像个行尸走肉般无目的地游荡，因为他从未想过，家庭不幸竟是由自己引起的。现在想来，丈夫的那些狠话，似乎也能理解了。这一刻，载元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我猜，有人偷偷把他的药换成了安眠药，趁他糊里糊涂的时候带他去了宾馆。事后载元其实是知道的，但他没对任何人说。与此同时，业务员终于找到了全会长。原来他俩之间有些勾当。全会长让业务员掩盖了白胜奎的死亡事件，还有一件事似乎跟小莹有关。那天晚上，载元回家了，他主动向顺勇坦白了7年前的事情。慈善基金会的老师把女学生介绍给了韩国的高官，不断劝她喝下8+1饮料。不久，女学生载元开始感觉意识模糊，眼前的一切也变得朦胧。凭着最后的意志，她转身离开了现场，但脚步越来越沉，不知不觉走到了一条长廊。老师和高官紧跟在后。就在这时，丈夫顺勇打来了电话。载元手一滑，手机掉到了地上，不知道是谁捡起了手机，镜头突然一晃，手机又回到了他的手中。模糊的记忆在这里完全断片。一阵急促的铃声把载元吵醒了，原来是秘书打来的电话。载元问昨晚是谁送他回家的，秘书的回答和他昨晚的记忆吻合，他也就没再多想。过了一会儿，丈夫的电话再次打来，因为今天有客人，所以他一大早就出门了。然而当载元准备洗漱时，发现平时爱干净的丈夫把浴室弄得一团糟。她解释说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孩子和丈夫其实没有血缘关系。这时顺勇已经不再相信载元了，因为载元从未有过一丝罪恶感，家庭好好的却被毁了。载元居然还说自己很幸福，每次想到这里就忍不住想要发怒。载元一次又一次地说着对不起，但顺勇已经决定不再原谅他。他唯一的要求是放弃对女儿的抚养权，载元却说他做不到这一点。他的个性并不差，顺勇为什么这么坚持要女儿的抚养权呢？原来是从孩子一出生就深深爱上了他，成了全心全意的好爸爸。因为载元总是忙于工作，深夜里总是顺勇在照顾孩子，纵使再累也没有抱怨过。孩子渐渐长大，他索性辞了工作，成了全职的家庭主妇。1000多个日夜的陪伴，让顺勇舍不得这段亲情。载元听到丈夫的哭声，也感到迷茫。在这一刻，他们的手机同时收到了一条消息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那晚载元做了一个噩梦，梦到抑郁症可能会遗传给女儿，梦见自己抱着女儿想要跳河。载元被梦惊醒了。另一方面，小颖查到了一些线索，业务员和警察勾结，要求他们交出监控录像。警员害怕失去工作，承认录到了当晚全会长的女儿允珍。原来那晚盛奎不想再被允珍利用，但允珍威胁他说如果他停手就会告诉他女友，二人因此发生了激烈争执。允珍一不小心把盛奎推下了天台。事后他用一个白色手机给父亲打电话，请求父亲帮忙掩盖这件事。与此同时，顺勇回想起载元这段时间说的话，发现他似乎真的不知情，于是翻开了背后的记事本。原来他一直在调查这件事。那部白色手机现在在顺勇手上，他打电话给服务商查短信记录，意外发现手机主人是许志勇。这时候允珍找顺勇来道歉，允珍一时间说不出话来，答不上来。顺勇已经忍够了，他最开始是利用允珍来调查，
但现在对方全是谎言，决定结束这段关系，并警告允真离自己女儿远点。允真为了得到喜欢的人已无法自拔，被雨淋湿的妻子跪在丈夫面前，哭着求他照顾郝飞的亲生女儿，转头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3天前，载元和顺勇已经谈过离婚细节，丈夫唯一的要求是女儿的抚养权，但载元放不下亲生女儿，所以不打算让步。顺勇听后有些愤怒，当场说不管别人怎么看，孩子是他的亲生女儿，不想再听类似的话。两人意见始终无法一致，载元当晚就去了乡下继父家，唯一可以倾诉的也只有他了。载元坦白自己将和顺勇离婚，说不是女婿的错，全怪自己。载元好奇为何继父不离开，是赌成性的妈妈呢？继父觉得自己当时一定是疯了，居然守着一个用孩子抵债的人。原来当年载元妈没有抵押物，就用女儿借了500万韩元，拿到钱后就消失了。晚上继父听说了这个消息，不知道他从哪里借来的钱，终于把孩子赎了回来。继父的爱虽不如母爱那么幸福，但给了载元一个安全的童年。一直到现在，载元还觉得继父总会来接自己，可能这就是老爷子没离开的原因。回家前，载元希望继父保重身体，希望他能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。镜头切换，载元站在大雨中，回忆起小时候受委屈时，继父总是第一个出现，女儿遇到困难时也总是丈夫在鼓励。载元这才明白，顺勇就像继父一样，照亮了女儿的前路，给了她足够的安全感。想到这里，他忍不住哭了，眼泪与雨水混合。不久后，载元回到家里，直接跪在顺勇面前，承认害怕女儿长大后，记忆中的自己是个坏妈妈，所以恳请丈夫一定要好好抚养女儿。顺勇理解了妻子的心意，也感动得眼眶泛红。故事就这样告一段落。但3天后，在早会上，子元决定选定17号谢志玲。载元好像丢了2天的记忆。那晚他刚回到家，2天没见妈妈的孩子冲上来，载元看起来完全看不出有放弃女儿的意思，对顺勇的态度完全大转弯。晚饭时甚至还主动握住了他的手。顺勇整晚都一脸震惊。第2天一大早，载元照镜子时，镜子里的年轻自己对他微笑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妻子一夜之间变了个人似的，竟然开始原谅那个劈腿的闺蜜。原来载元早上怎么也联系不上允真，然后就高高兴兴的去上班了。顺勇感觉妻子有些不正常，在冰箱里找到了他常吃的药，被分成2半。允真去公司找载元，没想到被载元从背后紧紧拥抱，还埋怨他为何不接电话。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计较的？说完递过来之前没签成的合同。最初允真以为是在耍他，明明已经说取消了，为何又改变了主意？载元却不明白他的意思，甚至以为是在开玩笑。突然间，载元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立刻慌张地解释，可能是每天要处理的事太多了，再加上熬夜工作，自己都不记得说过什么，所以如果他做了什么过分的事，还希望允真能够原谅他。允真这才想起，载元割腕后也曾忘记怎么弄伤的，几乎肯定他有病，但他并没有说出来，毕竟这对他是件好事。随后表示回去仔细看合约后再签。载元很高兴能和闺蜜合作，离开了办公室。允真忍不住地感到开心，秘书感觉到了些许异常，立刻把载元的情况报告给了小尹。另一边，顺勇去了岳父家，详细描述了妻子的不寻常举动，并拿出了载元常吃的药，询问这药是干嘛的。但岳父和妻子的回答出奇的一致，听起来像是事先约好的。继续追问似乎也无济于事，于是决定自己去查个清楚。与此同时，小尹偶遇了允真。允真似乎已经知道小尹发现载元有病，顺勇向精神科医生询问药物的作用，他查到这药是用来治疗躁郁症的。医生拿着药看了看，却以保护病人隐私为由拒绝回答。顺勇尽管礼貌又情理兼备的询问，医生还是拒绝了他的咨询，但还是善意的提了个醒，根据顺勇描述的病情，建议最好住院治疗。这说明载元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。当晚顺勇回家，怎么叫女儿都没反应，连载元也不知去向。会不会出了什么事，还是发生了别的什么？顺勇焦急地冲进卧室，然后发现是妻子和女儿准备的生日惊喜，他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，
紧接着感到了难过，为自己之前的傻行为感到后悔。他没说什么，就直接离开了，转身坐在了院子的围墙上。载元担心地跟了出来，顺勇掏出药片问他还要隐瞒到什么时候。载元一把夺过了药盒。顺勇其实并不是在责怪，他只是想好好履行一个丈夫的职责。然而载元因紧张手都在抖，他甚至连解释都不敢。正是因为他们是一家人，她不希望丈夫和孩子也像她一样总在逃避，害怕那些异样的眼光，所以载元觉得还是不告诉为好。直到这一刻，顺勇才真正意识到，孩子可能不是亲生的，并不是载元的错。第二天，允真主动去联系了业务员，她想了解一些关于载元的事情。业务员自然是欢迎的，只要支付足够的报酬就可以。那晚，顺勇请朋友帮忙，搞到了7年前的发布会录像，根据录像中的人物逐一比对，查出他们现在都在做些什么。他意外发现业务员也曾在那个会场出现，于是顺勇收集了这些人的 DNA， 和女儿做了亲子鉴定，当然也包括了业务员的 DNA。 没想到却被业务员看到了。允真故意跟载元说：“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我本不该多管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你丈夫有什么难以启齿的秘密？”载元一听这话，立刻紧张起来，然后话锋一转，说：“那只是随口一说。”那晚载元回到家，发现女儿正在痛哭，询问原因后，才知道是因为同学说他们父母要离婚。安抚好孩子后，载元心有余悸地上网搜索，网上居然真的有关于她和丈夫的新闻。顺勇其实就站在门口，他刚和岳父再次深谈，老爷子坦白了靖宇的解离性失忆症，这并不能承受压力和刺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去找允真，警告他别再靠近载元，但允真却想借此机会和他重修旧好。顺勇懒得多说，直接把手机里的录音发给了他。录音里是允真请父亲帮忙的对话，允真当然不会轻易屈服，转头他就约载元去喝咖啡。其实他早就打听过，向医生询问了这病的禁忌，他建议去他们读书的地方，看看还有没有他们的画作。同时顺勇在询问小颖关于7年前名单上没有的那个男人。小颖记得允真分手后很伤心，两人到了学校，过往的记忆在载元的脑海中不停闪现，这正是允真想要的效果。发生了一点小插曲，他们找到了当年的画作，名字全都是允真。原来是徐允真转校的那天，他来学校和好友全允真道别。他没说要去哪里，只透露要改名叫徐载元。分手前，允真把一个艺术团体推荐给载元，那是一个资助学画的地方。当时他们关系很好，他们约定要实现各自的梦想。载元想到这里，非常感激允真。尽管顺勇是个好丈夫，但在此之前，他已经有了一个好朋友。然而这番话在允真听来，却显得特别刺耳。他脑海里全是另一件事。两人一转身就来到湖边散步，因为他没去接女儿放学。顺勇打电话来关心载元在哪，问他是不是一个人，但子元没有告诉他，实话是有所保留的。顺勇查了名单上所有的人，都证实和女儿没血缘关系，现在只剩下那个叫金相范的。手机突然收到一条短信，是允真发来的，短信是载元扶栏杆的照片，紧接着又发来了一个地址。同时允真和载元在谈心，他感慨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两人都变了模样，名字也包括在内。载元觉得即使变了，他会更好地对待允真。允真却坦白了，他的梦想已经改变，他想成为像徐载元那样的人。载元拥有的他都想要，可靠的继父和优秀的丈夫。允真曾梦想婚礼像他一样辉煌，想在深爱的人面前许下誓言，然后拥有所有人祝福的家。直到那一天，她收到了一条短信，亲眼见到男友背叛了载元。在极度悲伤中，允真流产了，那个遥不可及的梦破灭了。回想这些，她的眼眶就红了。晚上他们正在吃饭，顺勇突然闯了进来，紧接着小颖也来了。在允真的邀请下，4人一桌坐下来，接着又挑衅说女儿不像顺勇。这话让顺勇气得紧握酒杯，正好被小颖看见，她严肃地帮允真找了台阶下。没想到允真根本不领情，还一再强调女儿一点不像顺勇。闺蜜真是故意找茬，明显就是想挑起事端。她当着闺蜜丈夫的面公然说小颖很喜欢载元，
言外之意，女儿可能不是顺勇的。桌上众人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失忆的载元完全听不懂允真在说什么。允真又提到她的离婚新闻，她丈夫泄露公司机密的报道，网上搜索一下就有，甚至连女儿的事情都提到了。回家路上载元怎么问，顺勇始终一字不提。小莹也不理解，为何非得当面撕破脸。尹真反问他为什么这么做。那晚载元没回家，他留在公司把自己的新闻查个清楚，还照着之前的笔记找到了业务员的名片。与此同时，业务员也在忙，他一直在用人脉深挖载元的过去。允真的前男友总让他感觉熟悉。就在这时，业务员接到了载元的电话，另一边顺勇约了允真见面。他强调无论如何他们不可能重归于好。其实从允真的角度看，他也没有错。当初顺勇为了报复妻子找上了他，现在意识到做错了就想撇清，甚至还用录音来要挟。我觉得如果没有将来的打算，就不应该给别人留下希望。顺勇这么做跟玩弄允真的感情没什么区别。载元见了业务员，想问问笔记里提到的抚养权是怎么回事。业务员把一切之前发生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，关键是诬陷丈夫泄密，这样在诉讼中能争取到抚养权。然后他把记录发了过去。载元完全接受不了另一个自己，甚至分不清现在是梦还是现实。第二天，载元挑战允真，叫他别再假装关心自己，不断试探他的真实目的。允真站在载元面前，说他一遇到问题就逃避，读书时候是这样，7年前也是。刚离开公司，允真接到了载元继父的电话，很快他们就见面了。老爷子其实是想问载元夫妇最近怎么了。允真没隐瞒，承认一切都是自己的错。继父听后气冲冲地找到了女婿，一见面就给了他一个耳光，怒斥他怎么能和女儿的闺蜜。虽然很生气，老爷子还是希望女儿能一直幸福。他语重心长地嘱咐顺勇，永远不要让真相曝光。载元可能永远都恢复不了记忆，就像他忘了15年前的事一样。小颖看出载元这几天状态不好，就在言语上多给了些鼓励。载元因此更加迷茫，因为自己曾为了抚养权陷害过丈夫，所以不确定是否还做了其他过分的事。就在这时，顺勇带着女儿来到公司。自从载元失去记忆后，不清楚是因为爱还是因为愧疚，顺勇一直尽力对她好。那天晚上夫妻俩聊了很久，顺勇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，希望妻子不要恢复记忆，这样一家3口可以幸福的在一起。载元觉得如果不恢复记忆对家人是最好的，他自己也愿意接受。业务员这边正在看允真前男友的照片，想起以前下属说过，这个人曾因多起侵权被起诉，但最终通过各种手段被判无罪。允真还透露这人跟载元有关，加上7年前亲自听到的，以及顺勇偷偷拿走的酒瓶等线索，大致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同时，载元走进洗手间，看到女儿的牙刷，脑海中闪过一个熟悉的场景，但他就是记不起来具体是什么。而顺勇听从继父的建议，决定隐藏真相，把他和女儿的亲子鉴定结果烧毁了。睡觉前，载元收到一条信息，提醒他即使知道了真相也不要逃避。他突然想起那个被跟踪的夜晚，跟踪他的正是好友允真。载元突然从梦中惊醒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梦。第二天早上，女儿刷牙时，那个画面又一次浮现，孩子在旁边催促她，让她没多想。在另一边，允真在财团意外遇到前男友金相范，这人满嘴脏话。允真感叹自己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怎么找了这么个废物。允真直接质问他爸，为何要让金相范混进公司，不知道那家伙对他做过什么吗？没想到全会长觉得那都是旧事了，觉得问题在女儿身上，不要把私情带进生意里。允真心里明白，爸爸是想借金相范的势力上位。同时，业务员走进了载元的办公室，递给他之前调查的关于顺勇的资料。载元前一晚答应了丈夫不再追查，所以他现在不需要这些资料了。业务员听了就准备离开，但在走之前提醒载元，身边没人愿意说真话。顺勇终于查出了女儿的亲生父亲，甘蔗男竟然这么猖狂。顺勇一听气得浑身发抖，因为他知道妻子载元曾被那样对待。他直接冲进金相范的办公室，挥动拳头狠狠地打了过去，然后骑在他身上，
一拳接一拳地宣泄怒火。同时，一位医生模样的人走进盛奎的病房，趁机在他的盐水里注射了神秘的药物。这人耳后有个明显的伤疤，全会长似乎在焦急等待某个消息。尹真看在眼里。那天下午，载元和顺勇心事重重地出了门，他们分头行动。顺勇主动去找尹真，猜他知道7年前载元的事，但不懂为什么还要那样做。但尹真并不清楚金相犯的事，误以为是因为载元吃了精神药物，或者喝了太多酒，所以他觉得那都是些借口。毕竟那天失去一切的是他，他在这7年里一直在苦苦挣扎，痛苦不但没有减轻，反而变得更重了。允真觉得即使没有他们夫妻的关系早就该结束了。顺勇一声不响地跪在了允真面前。我来分析一下这里的情况。尹真一直在拿允真和载元做比较，那些不如他的人却被提拔为公司董事长。7年前他抢了自己的男友，当然这都是个误会，导致他意外流产。但7年后他拥有了爱他的丈夫和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。尹真的心态一直很不平衡，现在他喜欢的人又跪在了载元面前，他气得当场爆发。他严厉警告顺勇，别以为这样就能获得他的原谅。但转念一想，他决定如果自己得不到别人，也别想拥有。